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刘诗诗悲情仙侠 vs 谭松韵商战奇谋，李弘一古一探险成最大黑马。你会不会有时候也想，为什么一部剧会如此牵动人心呢？尤其是古装剧，每次在那厚重的历史背景中，故事似乎格外动人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即将在2024寒假档上映的3部古装剧，3部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，每一部都让人心痒难耐，恨不得马上就能看上。首先说说狐妖小红娘竹叶篇。刘诗诗饰演的东方怀竹，几乎每个镜头都像是水墨画一样，那种绿衣飘逸，手持有伞的模样，真的特别能把人带入到一个充满了山水之美的世界中。而张云龙这次和他搭档，很多人说他们的组合太意外了，但我倒觉得正是这种出乎意料的搭配，才让人有了更多的期待感。刘诗诗的冷清和张云龙的霸气，本来就不是一对传统的 CP 感，但偏偏是这种违和感造就了独特的化学反应。说真的，整部剧在悲剧色彩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，那种无奈的宿命感像一条细线一样缠绕着整个故事。从家族的兴衰到个人的命运，细节处总透着一股哀伤。东方怀竹的每一次眼神变化，都似乎在传递一种深深的挣扎。其实啊，这才是刘诗诗的魅力所在。她总能把这些悲情角色演得让人心疼到不行。但也正是这种悲情，成就了东方怀竹这个角色的美。她不是那种非赢不可的女强人，而是带着柔弱但又坚定的底色，仿佛在风雨中独自撑伞的身影。你能看出来，她每一次决定都带着一丝犹豫和不安，那是她身为掌舵人，但又无法完全掌控命运的真实写照。接着，我们聊聊蜀锦人家。这部剧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，织锦大户的奋斗史。谭松韵饰演的季莺莺，绝对是那种看似柔弱，内心却藏着钢铁意志的人。整部剧的背景是在唐代，围绕着蜀锦这样一项古老技艺展开，一片丝织锦缎，承载的不仅是织女们的辛勤汗水，还有整个家族的命运。唐代的蜀锦工艺细腻而复杂，每一道工序都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。这也正是剧的独特之处，它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家族的兴衰，还在用每一片锦缎描绘一个时代的缩影。谭松韵演绎的季莺莺是个不折不扣的织锦高手，可她并不只是个技艺超群的工匠，她还是那个在商业世界里艰难博弈的主角，带着整个家族的希望，与郑业成饰演的腹黑商人对抗。两人的互动真的有种棋逢对手的感觉，一来一回之间，那种斗智斗勇的精彩演绎让人想起那些经典的商战剧。你知道吗？有人形容他是笑里藏针的代表人物，面对敌人时的淡然微笑其实更像是埋下的伏笔，预示着后面更精彩的对决。他不是以强硬姿态去面对，而是用智慧和技巧化解危机，这样的角色真的很难不让人喜欢。再来说说天书黎明，我觉得这部剧完全就是一股清流，它结合了古装、悬疑和医学探险几个元素，听起来可能有点混搭，但看完预告片，真的让我心跳加速。李弘毅饰演的少年医者，满脑子里装着对医术的痴迷和热情，他的目标是找到那本神秘的天书。
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所有那些经典的寻宝冒险片，只不过这次的背景是古代中国，而宝藏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医书。剧中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情节，就是李弘毅在一次探案中被卷入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医术较量。面对复杂的病情和阴险的敌对势力，那个紧张的氛围实在是太抓人了。而苏晓彤饰演的角色则和他形成了很好的互补，他的冷静与理性让整部剧看起来更加有层次感。两个人之间不是一开始就互相信任的，而是在探险中逐渐建立起的那种微妙的默契。这种感情的细腻描写，正是很多同类题材剧里缺少的部分。他们的每一次对话都好像带着试探，慢慢变得更加信任和坚定。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棒。聊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到一些其他类似题材的剧，比如任嘉伦的《锦衣之下》，同样是古装悬疑类。但任嘉伦饰演的陆毅与李弘毅饰演的少年医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。任嘉伦的角色更偏向于那种冷峻果断的调查者，而李弘毅则是充满了探索精神的医者。两种完全不同的个性和背景造就了他们的不同，但他们都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这种对比让我更加期待天书黎明能够用他的独特之处，让观众看到更多面向的古装悬疑剧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的追剧清单已经满了，但这3部剧实在是让人挪不开眼。你知道，当你看到刘诗诗那种温柔却坚毅的目光，看到谭松韵在商战中游刃有余的风采，看到李弘毅为医术拼尽全力的模样，很难不被他们吸引。寒假档真的再合适不过温暖的房间，热腾腾的茶水，还有这些跌宕起伏的古装剧，你说呢？要不要也和我一起躲在温暖的被窝里开启这段追剧之旅？最后，我有个小问题想抛给大家，这3部剧你最期待哪一部呢？又或者你更偏爱哪种类型的故事？是那种家族恩怨的悲凉，古代商战的机智，还是悬疑探险的紧张刺激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聊聊这场即将到来的古装剧狂欢吧。